脑溢血发生前会有7个前兆，出现1个以上，需尽早就医。王阿姨今年62岁，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每天清晨她都会绕着小区跑步1圈，晚上则在家看剧、做手工，日子过得悠闲自在。可就在2个月前的一天早上，王阿姨突然感觉头有点发沉，眼前发黑，一时没在意，以为是没睡好。后来她在做饭时又感到手脚不听使唤，菜刀差点掉在地上。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天，她还以为是老毛病，低血糖作祟，随便吃了点糖便继续忙家务。没想到几天后的一次小区散步中，王阿姨突然倒下，被紧急送往医院后确诊为脑溢血。医生告诉家属，王阿姨之前的症状其实是脑溢血的前兆信号，如果能早点就医，或许病情不会发展的这么严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健康数据，脑卒中包括脑溢血是全球致死和致残率较高的疾病之一。每年全球约有1500万人罹患脑卒中，其中脑溢血占 30% 左右。中国是脑卒中高发国家，约占全球发病人数的1/3。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研究显示，在脑溢血发生前，多数患者会经历明显的前兆，例如头痛、言语不清或肢体麻木。权威数据显示，超过 50% 的脑溢血患者在发病前1到2周内曾出现过类似症状，但仅有不到 20% 的人选择就医。忽视这些信号不仅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还可能让病情迅速恶化，导致严重后果。什么是脑溢血？脑溢血听上去挺吓人的，其实它的学名叫脑出血。简单来说，就是脑子里的血管破了，血流到了不该去的地方。这种情况往往来得突然，但后果却很严重，轻则影响说话、走路，重则威胁生命。大家可能听说过中风这个词，脑溢血就是一种中风类型，医学上叫出血性中风。为什么血管会破呢？这和血管本身的状态有很大关系。我们身体里的血管就像水管，时间久了可能会老化变脆。如果血压高，就相当于水管里的水压太大，脆弱的地方就容易爆掉。血管一破，血液流出来就会压迫脑组织，影响正常功能。脑溢血的发生部位也有讲究，大多数情况下它发生在大脑深处，因为那里的小血管分布密集，压力大，容易受伤。一旦血管破裂，血液会迅速在脑内积聚，形成血肿。血肿越大，对周围脑组织的压迫越严重，症状也就越明显。有人可能会好奇，脑溢血和普通的摔倒磕碰导致的脑出血是一回事吗？其实不一样。摔倒撞伤后造成的脑出血多半是外伤性的，而脑溢血是自发性的，不需要外力作用，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脑溢血的幕后黑手有很多，高血压是最大的罪魁祸首。长期的高血压会让血管壁承受巨大的压力，久而久之，血管就会变薄、变脆。除了高血压，动脉硬化也是重要原因。血管壁上长了斑块，血流通过时就会撞击它，增加血管破裂的风险。还有一些遗传性疾病，比如血管畸形、脑部肿瘤等，也可能诱发脑溢血。脑溢血的症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因为它取决于出血的部位和量。如果出血发生在控制语言的区域，患者可能会突然不会说话；如果在控制运动的区域，可能一侧手脚突然使不上力。有人会头痛欲裂，甚至伴随恶心呕吐，还有人会突然晕倒，甚至昏迷。脑溢血的危险之处在于，它来得快，发展的也快。血液流出后，脑内压会迅速升高，影响正常血液循环，脑组织缺血缺氧，功能就会迅速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脑细胞死亡，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脑溢血的7大前兆，你是否忽略了这些信号？脑溢血并不是毫无征兆的突然发生的，很多时候它会提前发出一些警告信号，只是这些信号往往被当成小毛病忽略了。其实，识别这些信号很重要，及时发现，可能就能避免悲剧发生。头痛。这种头痛通常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和普通的疲劳性头痛不同，这种痛感可能会让人感觉头部胀痛。
这种症状甚至像被紧箍住了一样，特别是那些没有头痛史的人，突然出现这种强烈的头痛就更需要注意。2. 头晕。很多人觉得头晕不过是劳累或者低血糖引起的，但如果这种头晕持续发生，而且在站起来或者活动时加重，那就要小心了。这种头晕可能和脑内血液循环受影响有关，提示血管已经处于不健康的状态。3. 肢体麻木。手或者脚突然发麻，尤其是一侧肢体的麻木，是脑溢血的典型前兆。这种麻木感可能是轻微的，也可能伴随着一侧肢体无力。如果这种现象反复发生，或者越来越严重，就说明脑内的神经功能受到了威胁。4. 视力模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眼睛突然看不清东西，甚至出现短暂的视力丧失。这种情况和眼睛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因为脑部负责视觉的区域受到影响。如果出现这种症状，不能仅仅归因于眼睛疲劳。5. 言语不清。有些人突然感觉自己说话含糊不清，舌头好像不听使唤，甚至别人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这种语言障碍可能是因为脑部负责语言功能的区域受到了压迫或者损伤。6. 步态不稳。走路的时候感觉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一样，实际上这并不是简单的平衡问题，而可能是脑部神经无法正常协调身体的表现。7. 意识改变。有人可能会突然变得迷糊，甚至短暂失去意识。这个时候，脑部可能已经开始受到较大的压迫。这种信号一旦出现，必须立刻就医，因为它往往是病情发展的最后一步。这些信号看似平常，但它们往往是身体的警报器。可能有些人只出现一个信号，也可能几种信号同时发生。不管是哪种情况，出现异常都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这些症状反复出现，持续加重，或者在短时间内变化很快，那就说明问题很严重了。要特别注意，这些信号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虽然中老年人是脑溢血的高发人群，但年轻人如果有高血压、血管疾病或长期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样可能面临风险。3. 如何早期识别和应对脑溢血风险？早期识别脑溢血风险的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高血压是脑溢血的最大危险因素，如果平时血压高，就要高度警惕。无论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都应该定期监测血压，最好每天早晚各测一次，记录下来。如果发现血压波动大或者经常超过正常范围，不要等，一定要尽快就医。体检是识别风险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定期体检不仅能监测血压，还可以检查血脂、血糖、血管状况等。高血脂、高血糖和动脉硬化都会增加脑溢血的风险，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体检时最好做个颈动脉超声或者脑部影像检查，看看血管有没有堵塞或变窄的情况。除了了解身体数据，日常生活中的异常表现也要留心。如果经常感觉头痛、头晕或者手脚麻木，说话不利索，甚至一只眼睛看不清东西，就要引起重视。不要觉得这些症状挺一挺就过去了，因为它们可能是脑溢血的早期信号。尤其是这些症状反复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面对脑溢血风险，除了识别问题，还要积极应对。血压高的人一定要按时吃降压药，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很多人觉得没症状就不用吃药，其实高血压本身就是隐形杀手，早晚会爆发。平时多测血压，学会自己掌握情况，别等到危险发生才后悔。饮食上要特别注意，盐吃多了会让血压升高，长期下来对血管损害很大。每天的盐摄入量最好控制在5克以内，尽量少吃腌制食品和重口味的菜，多吃蔬菜水果，补充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脂。油炸食品、甜食也要少碰，因为它们会让血脂和血糖都升高，给血管增加负担。规律运动也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方法。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弹性，还能帮忙控制体重。如果很久没运动过，建议从散步开始，每天30分钟，不需要太剧烈，但一定要坚持。运动过程中如果感到不舒服，比如头晕、胸闷，要马上停下来，不要硬撑。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脑溢血离自己很遥远，
但其实它就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细节里。不注意血压，不管饮食，不爱运动，都是在悄悄给脑溢血铺路。与其让这些忠诚的水管工在压力下崩溃，不如从今天开始好好爱护他们。吃饭时少拿点盐勺，走路时多抬抬腿。心情不好就深呼吸，别让怒火点燃健康的导火索。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何必再给身体添堵呢？健康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很麻烦，但其实只要迈出第一步，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也挺简单。与其抱着侥幸心理等奇迹发生，不如早点行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安心。